Tanao, Lao, Ganei, Teu。这绝对是2024最烧脑的一部剧，也是我绞尽脑汁耗时最多的一个作品。我冒着秃顶的风险给大家带来了解析。如果人生副本烧脑程度10颗星，那这部剧烧脑程度就是100颗星。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理解，给大家分成了宇宙 A 和宇宙 B， 还有预线空间。预线空间就是2个宇宙的叠加连接处。故事开始映入眼帘的是宇宙 B， 乔是一名宇航员，正驾车带着女儿爱丽丝展开逃亡。后面一辆警车快速追来，乔惊恐地看了看车中的冷原子设备。随着警车驶过了乔的车，乔松了一口气。他们来到一处与世隔绝的房子里，乔安顿好女儿后，赶紧把冷原子设备藏起来，却从远处传来女儿的求救声。可爱丽丝明明就在屋里，乔赶快回去查看女儿，发现女儿正在睡觉，接着来到外面寻找声音的来源。妈妈！镜头回到5周前，宇宙 A， 乔的丈夫马格独自带女儿。在美国宇航局和俄国航天局等国际太空站中，爱丽丝的母亲在这里工作。乔和女儿视频通话，发现一名同事保罗正在进行实验，他是捕捉粒子叠加太冷原子实验。成功的话，可看到一个事件的不同结果，甚至可以看到平行宇宙。在火箭推进实验室科研主任亨利的指挥下，保罗启动了冷原子实验。殊不知实验成功了，刹那间宇宙 A 和宇宙 B 相连接，太空站的实验室变成预线空间。就在这时，一个不明物体砸到太空船上，导致船体发生破裂，太空站受到强烈冲击产生震荡。实验室的保罗被一根金属贯穿胳膊。乔和保罗共处冷原子实验室，因此乔也受到牵连。宇航局与太空站通讯中断，失去联系。爱丽丝和母亲的通话也因此中断。乔的意识仿佛被不明力量拉出太空站。恢复平静后，宇航局重新与太空站取得联系，并指导宇航员扑灭火势脱离危险。但保罗手臂被压在机架上，身受重伤，可能会面临截肢。太空站也面临严重缺氧和失压。宇航局命令乔去横架结构维修太空站次级生命维持系统，否则联盟1号会失去供电和供氧。航天局接手指导工作，乔按照指示前往横架结构受损位置，他感到震惊，横架结构受损非常严重。乔前往撞击物位置一去，上面有个50厘米的口子。正当他查看撞击物之际，竟然从里面飞出一个宇航员的干尸，怎会凭空冒出宇航员干尸撞击太空站？干尸将乔撞向太空，好在同事来得及时把乔救了回来。航天局并不相信宇航员干尸撞击太空站。联盟1号的保罗由于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还剩下4个船员。航天局让船员用联盟2号逃生舱返程，但救生舱只能搭载3个人，必须留下1人更换电池，修复联盟1号供电系统，再乘坐联盟1号返回地球。看大家默不作声，谁也不想留下来，于是乔无私奉献，主动提出自己留下来。在告别后，3名宇航员开始返程，乔独自一人留在了联盟1号太空站。现在乔还有19小时的氧气，他能否在这期间更换电池回到地球呢？乔来到指定位置，开始拆卸电池。在宇宙 B， 美国火箭推进主任亨利要求俄国航天局让乔带回冷原子实验结果，那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存在。但如果再抽时间带回实验设备，乔将面临生命危险。在亨利的再三要求下，航天局妥协了，因此乔又多了一个冷原子设备巡回任务。这边乘坐逃生舱的3个船员面临着着陆的险境，在展开降落伞后，3个船员成功着陆回到宇宙 A。在宇宙 A 中，航天局把这件事通知了乔的丈夫后，马格带着女儿来到航天局看望家人。然而控制中心与太空站信号中断，一家人无法进行视频通话。爱丽丝过于担心母亲，一气之下跑开了。当马格发现后，爱丽丝已经跑得很远了，马格赶快追了上去。在太空站中，乔与地面失去联系后，赶紧拿着拆下来的电池去联盟2号。还剩下15小时，乔火速安装电池，却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敲击声，于是跟着敲击声找来查看，发现了那个冷原子设备。殊不知自己来到了2个宇宙的预线空间。突然他的眼前发生变化，太空站竟然变成了一处楼道，前方衣柜里传来敲击声，他来到衣柜，转头一看，身后却还是太空站。下一秒镜头切换到5周后的宇宙 B， 乔出现在一片雪地，他跟着女儿的求救声跑去，来到了自己曾经的木屋，不知自己来到了宇宙 B 的预线空间。天空飘散的雪花如同静止般缓慢下落，仿佛时间都停止了，一瞬间又恢复原状，雪花继续飘落。他打开房门，发现自己来到了曾经不怎么居住的木屋。他看到一只猫已经断气，预示着他目睹了已经死去的薛定的猫。乔跟着声音上楼查看，发现声音又来自衣柜。当他打开一看，吓傻了，竟然见到了自己的女儿。而这个爱丽丝正是来自宇宙 A， 也就是乔的亲生女儿。这是怎么回事？咱们来分析一下。原因在冷原子实验，它是类似薛定谔的猫的一项微观实验。在薛定谔的猫设定中，每打开盒子时，猫是处于生与死叠加态。打开盒子后，观察对象受到观察者干预，猫的生与死就会坍缩到一个结果。剧中设定是冷原子实验引发预线空间，从而可以看到不同结果。如果说打开薛定谔盒子后，
看到的是猫是死了的世界，那自带 buff 的冷原子实验激活后，就可以看到猫活着的世界，或者相反看到另一个结果。冷原子实验被激活后，宇航局和航天局成了观察者，乔和保罗成了外界人们的观察对象。与冷原子作用下，导致冷原子实验室全部变成了叠加态，直到观察者出现这个现象就会消失。因此，乔不仅看到了平行宇宙，还同时处在了两个世界之中。接着刚刚的情节，5周后的宇宙 B， 乔将宇宙 A 的亲生女儿救了出去，但乔不知道女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将爱丽丝带到另一个居住的房子，并给她生火取暖。可爱丽丝冒出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可以证明乔已经死了，但乔一头雾水，他赶紧给女儿放热水暖身。接下来的一幕更加离奇，他发现女儿竟然穿睡衣在床上躺着，可刚才女儿明明在浴缸里。于是乔赶紧跑过去查看，发现浴缸中的女儿消失了。正当乔着急的到处寻找时，穿睡衣的女儿出现了，难不成女儿瞬间移动了？这啥情况？我们开始分析。乔穿越到宇宙 B 后，他救出的女儿是宇宙 A 中自己的亲女儿，面前的女儿正是宇宙 B 中乔的女儿。导演一声不吭将5周后发生的事用倒叙手法剪辑到了故事开头，让人误以为爱丽丝也穿越了。反之，正如我刚刚所说，是域线空间导致乔同时处于平行的两个世界所产生的两个女儿的结果。至于木屋这片地为何成为叠加态，是因为不远处冷原子设备的异常效应。故事继续，乔看着这个女儿感到不解，闻了闻头发，和刚刚的女儿味道不一样，问她刚刚的女儿去了哪里。爱丽丝根本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下一秒镜头又切换到5周后的太空站，这里通讯故障，乔呼叫航天局并没有得到回应。不知自己失踪的这几个小时内，被航天局认定乔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不会展开救援行动了，因此乔只能凭借自己回到地球。时间还剩5小时49分，却还有4块电池没有更换，他必须更快的更换电池。突然保罗头上的白布掉了下来，于是乔只好下去逃生舱，赶紧听听保罗还有没有呼吸。他帮助保罗瞑目后，将白布盖在保罗的头上，他要把保罗的尸体带回地球。 Hello. I'm afraid of the dark. 在宇宙 B 中，欧洲航天局总监费雷德通知马格，他的妻子可能还剩几个小时了，不可能在1天内发射救援火箭，间接的宣布了乔的牺牲。诧异的是，费雷德竟然哭了。马格怒斥他没有资格哭。问题是乔的上级领导怎么会哭呢？因为宇宙 B 中乔和马格感情出现矛盾，而费雷德正是乔的好闺蜜，所以费雷德会哭。在太空站维修的乔突然听到保罗的声音，于是跟着声音过去查看，却在冷原子实验室发现了保罗的胳膊。胳膊怎么会飘在空中？乔打开舱门进去查看，来到胳膊的位置，他想把胳膊移走，便握了上去，谁知胳膊变成了保罗活着的样子，吓得他赶紧撒开手，保罗又变回了胳膊。因为保罗也身处实验室域线空间中，所以他会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当两个叠加态的人放在一起，结果将更加复杂难以预料。乔继续快速更换电池，在还剩下1个半小时之际，终于换完全部电池，让联盟1号恢复电力，随之去拿冷原子设备。在准备返程时，乔给丈夫和女儿录了一段音频，把录了音的平板扔到太空站。如果自己遭遇不测，这段音频就是乔的告别语。随后关闭舱门准备返程，关键时刻连接太空站的螺栓故障，导致逃生舱无法脱离。在宇宙 B 时间还剩40秒。时间结束后，仍没有在屏幕上看到逃生舱，乔的生命被确定为死亡。马格得知这一消息后陷入痛苦中，可在逃生舱中，乔却意外地修复了螺栓系统，成功脱离了太空站。就在这时，乔看到诡异的一幕，他发现太空站里好像有个人影，反正都逃出来了，他也没理会，不知太空站里的人影正是他自己。乔开始返程，把保罗的尸体也带了回来。航天局突然间收到了乔的返程信号，成功和逃生舱的乔取得联系。在乔不断下坠的同时，马格也兴奋地带着女儿和救援人员一同去迎接乔的归来。乔也顺利地打开降落伞，降落到地球。可他打开舱门后，诡异的事发生了，外面竟然来了一匹荒原狼。乔吓傻了，这里怎么会有狼呢？不知自己已经来到了宇宙 B。好在一声枪响把狼击毙，迎接乔的人到了。乔回到地球后，终于露出了笑容。她的丈夫和女儿也来了。亨利则心急地拿走了冷原子设备，将会对他进一步研究。可就在乔的一家上到直升机，爱丽丝触碰母亲手的瞬间，她周围的所有人都消失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是爱丽丝穿越了吗？而这边的乔呢？周围的人也同样消失了。乔听见直升机响起后，一瞬间爱丽丝又回来了，但她还是之前的女儿吗？我们开始分析，原因还是在冷原子设备。乔来到宇宙 B 后，由于冷原子和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作用下，导致直升机达成了域线空间的触发条件，直升机变成了宇宙 A 和宇宙 B 的叠加态。在经历过冷原子事件的乔的触摸下，导致爱丽丝也变成观察对象，出现异常效应。而触碰结束后，他们就会变成个人的主观世界。宇宙 A 中乔是宣布牺牲的，所以爱丽丝来到了宇宙 A， 一个不存在母亲的世界。乔也来到了宇宙 A， 因为在宇宙 A 乔已经死了，根本就没有救援人员和家人的到来。
这个空间内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直到亨利带着冷原子设备离开后，一切又重新恢复正常，回到了宇宙币。下一个镜头来到几周后的宇宙币，乔正在寻找自己的亲女儿，询问面前的爱丽丝她的女儿在哪里，但爱丽丝根本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于是乔穿上衣服，拿起冷原子设备，带着女儿在雪地中寻找女儿，寻找那个浴缸中宇宙 A 的爱丽丝。在乔的记忆中，刚刚的木屋已经很久不住了，他带着感到陌生的女儿前往对面的木屋。镜头切换几周前的宇宙币，来到宇宙币的乔一边接受身体治疗，一边接受各大媒体采访。乔和他的同事来到宇航员宿舍，悼念死者。另一边，亨利对冷原子有了重大发现。他发现曾在太空站撞击事件前记录下来的冷原子粒子叠加态现象，在地球实验室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但在地球实验室亨利并没有记录下来。后来这一现象就消失了，只有亨利接触到并看到了，预示着亨利即将穿越。在宇宙 A 中，他不叫亨利，他是退役宇航员巴德，也没有发明出冷原子实验，曾经参加过阿波罗太空任务。太空站发生意外，导致3名宇航员牺牲，成了巴德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他无奈来参加宇航员的特殊活动，殊不知自己的人生将会再次改变。来到宇宙 B， 乔正在接受盘问。由于太空站撞击物并没有拍摄到，大家都不相信乔口中的苏联宇航员干尸撞击太空站。俄罗斯航天局总监伊莲娜博问，尸体怎么可能在太空中保存30年？当乔继续解释时，伊莲娜却带头转移话题，仿佛在隐瞒着什么，还说乔一定是出现了幻觉。乔来到太空站医疗机构进行康复训练，就职医生给他一瓶药，说是一些维生素而已，乔也就没在意。回到家后，马格有点不适应妻子，乔竟然会主动说自己很想念马格，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乔还想去握马格的手，马格却下意识地拿起了葡萄酒。在宇宙 A 中，巴德和记者探讨了阿波罗太空站事故，3个宇航员死因离奇，触及了巴德的心理阴影。巴德明确表示他和同事的死没有任何关系，记者却把宇航员的死怪罪于巴德，气得巴德露出了杀意。在宇宙 B， 亨利再次看到了冷原子异常现象，他想用手机拍下来，可惜手机根本拍不到，只有用肉眼才能看到，无奈他只能画下来。另一边，乔在练习走路时不小心摔倒，他让女儿去叫父亲过来。就在这时，他再次看到了楼道里的柜子，上面还有女儿的项链。下一秒，马格和爱丽丝出现在身后，他在看时项链已经消失了，这说明乔已经不需要冷原子设备就能达到触发预线空间的条件了。乔参加完会议后，费雷德意图触碰乔的脸颊，乔下意识地躲开了。费雷德感到疑惑，我们不是好闺蜜吗？费雷德愤怒地离开了。乔被丈夫接回家，她的表现让马格十分震惊。马格觉得乔好像换了个人一样，眼神中充满着爱意。乔来到保罗的坟前进行最后的告别，谁知诡异的一幕再次发生，他竟然看到了死去的保罗，就活生生地站在前方，一瞬间他就消失了。乔回到家后，发现橱柜的位置变了。记忆中橱柜明明不是这个位置，并且汽车的颜色也变成了蓝色。在乔的记忆中，车是红色的。马格说乔记错了，乔也就没太在意。另一边，亨利约见伊莲娜，他们2人都曾是阿波罗太空任务幸存者，因此关系非常密切。与此同时，在宇宙 A， 巴德也叫出记者，给他解释阿波罗18号那些宇航员不知为何突然就死了，都是亨利惹的祸，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见对方仍不相信，还说自己是骗子窝囊废，气得他直接将记者推进了大海里。而宇宙 B 正和伊莲娜跳舞的亨利看到伊莲娜变成了干尸，2个死者几乎同时出现，但伊莲娜又变回了正常人。伊莲娜和宇航员干尸有什么关联呢？几周后的宇宙 B， 乔带着女儿寻找另一个亲女儿，并把自己的猜想告诉爱丽丝，认为面前的女儿可能不是自己的女儿。爱丽丝气坏了，怒斥乔把母亲还回来。镜头来到几周后的宇宙 A， 在宇宙 A 中，乔已经死了。这个马格和爱丽丝才是乔的家人。马格正带着女儿前往木屋，来到木屋会让爱丽丝感到心安。几周前的宇宙 B， 一家人给女儿过生日，表面看起来其乐融融、幸福美满。马格把他和乔恶劣的关系告诉了乔，之前2人面对彼此冷漠寡言，甚至乔离开时都没有对马格进行告别。但在乔的记忆中却不是这样，2人关系一直都很好。乔也不明白为何和之前不一样了，但他只想珍惜现在的生活。在一次偶然间发现，他曾教女儿弹钢琴，可他打开钢琴傻眼了，自己根本就不会弹钢琴。难道自己的幻觉和记忆错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吗？乔并不相信心理医生的诊断，他无意间碰到了亨利。当亨利见到与自己同病相怜的乔后，将他带到实验室。亨利曾担任阿波罗飞行员，回来后也发生了离奇的事件。亨利间接地把自己的事告诉了乔，并没有说平行宇宙和冷原子的事，隐瞒了事情的真相。这时乔发现了冷原子异常现象，不免怀疑这件事与冷原子实验有关系。乔回到家后发现女儿不见了，当他找女儿时再次见到柜子上的项链，吓得他浑身颤抖。好在女儿主动打开了柜子门，他不明白女儿为何躲着自己，这是因为宇宙 B 乔的家庭关系不和谐，导致了女儿变得自闭。到了晚上，乔来到欧洲航天局实验室，检测太空站医疗机构给他开的药的成分，发现这竟然是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于是来自己办公室找太空站医疗记录，找到了几个人也吃相同的药。这些吃精神病药的人都有相同特征，都是出现幻觉和记忆错乱。还查到亨利也吃这种药。一瞬间，宇宙再次叠加。房间进来2个工作人员，但他们并没有看到乔，反而乔可以看到他们。在宇宙 A 工作人员的主观世界，乔是死了的，所以他们看不到乔，并且在收拾乔的工作用品。乔和他们说话，他们也根本听不到。直到 Hello， 乔又回到了宇宙 B， 接着他去找亨利，想问问要的事。他叫了亨利的名字，亨利如同没听到一样。他在和镜像屏幕的巴德交谈，亨利将一切怪罪给巴德。由于曾经的阿波罗任务，导致2人可以在预线空间交谈，而乔的出现也没有影响这个空间，说明他并不是观察者。出来后，这一切让乔吓坏了。她来到丈夫的工作地点帮丈夫授课，却发现马格和另一个女人有说有笑，醋味浓烈感席卷了整个教室，2人因此产生矛盾，不愉快地回家了。夜晚发现费雷德来了，作为乔的上司，他要求乔去航天局接受治疗。一直怀疑费雷德的马格并不同意，马格担心妻子被费雷德拐跑，好在乔出现后将费雷德赶走了，但马格仍对妻子有所怀疑。面对丈夫的不信任，矛盾愈演愈烈。乔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他原来的家了，马格勃然大怒地说乔变了，随之气冲冲地转身离去。乔的气也是不打一处来，无意间发现海军天文台寄来的快递，他们将乔在太空站的声音录了下来。于是乔听了听，是他当时的求救声，只是声音模糊听不清。他开始听下一个阿波罗太空任务录音，听到一个女人正说着话就没了声音，像是在太空站遭遇不测。这时爱丽丝下楼寻找母亲，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她看到家中有很多人，还看到了母亲死去的照片，他们是来参加乔的葬礼的。又看到了死去的保罗，母亲赶紧跑来安慰女儿。一瞬间那些人又消失了。马格怒斥妻子，把女儿放进衣柜里。乔不同意，女儿怎么能放衣柜里？2人开始吵架，马格愤怒地怪罪妻子把女儿吓成这样。乔一怒之下跑开了。马格让乔乖乖吃药，乔这才告诉他那是抗精神病药，是上面想隐瞒乔在太空看到的事实。马格认定妻子一定是疯了，于是就给费雷德打电话，让他来接走妻子。乔终于崩溃了，她哭着告诉丈夫，自己在外太空很害怕，只是想回家而已。一向温暖大方的丈夫怎么变成了这样？见马格不放下电话，乔和丈夫抢起了电话，一个不小心马格摔晕了过去。乔赶忙来看丈夫，看来还活着。费雷德的电话已经接通了，他说要过来接乔离开。为了不被费雷德和丈夫抓到，乔给丈夫叫了个救护车后，要带女儿离开这里。爱丽丝询问父亲在哪里，乔并没有告诉她。看母亲如此急迫愤怒，爱丽丝不敢不从。她驾车带女儿离开后，偷偷来到航天局实验室，偷走了亨利的冷原子设备。乔带着女儿展开了逃亡和调查真相的旅程。隔天，亨利发现冷原子设备不见了，他怀疑是乔偷走了。回家后，亨利的大脑里传来巴德的声音，于是在镜子上写下别烦我。然而这一行字却出现在宇宙 A 中巴德房间的镜子里。 Hey, honey, it's your kind of father. 乔带女儿吃过早餐后，来到了海军天文台，希望打听到更多关于太空的神秘事件，以解锁自己身上的怪事。经了解得知，太空站发生过很多真实事件都被掩盖，而磁带记录了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例如宇航员看到太空梭被发光球体围绕，宇航员在太空站听到狗吠声，有很多宇航员回到地球后都疯了。这些离奇的事都可以用磁带听到，但必须前往离海岸10公里处才能听到，也就是预线空间。例如大海或外太空。在到达指定位置后，台长开始播放1967年阿波罗太空任务录音，一位女性宇航员在逃生舱离奇死亡。这个女人可能就是乔看到的宇航员干尸，而那次太空任务的唯一女性就是伊莲娜，现任俄罗斯航天局总监。她活着返回地球了。爱丽丝询问有没有听到保罗的声音，接着台长播放了保罗的声音。保罗明明已经死了，乔不相信，认为这是无中生有，于是就带着女儿离开了。他要带女儿去木屋躲避一阵子。爱丽丝好奇地播放了埃琳娜的太空录音，发现传出来的声音是她梦中的雅。另一边，亨利在镜子里看到了巴德，巴德称要来祸害亨利的事件，而乔这边也变成了开头的画面。他驾车带女儿穿越结冰的湖面，来到了木屋。这时他听到了女儿的叫声。妈妈。回到木屋后，将冷原子设备放下后，再次播放了曾经的录音，听到了保罗的声音。奶奶。女儿听到后发现那个女孩不是自己，因为她根本不会瑞典语，从来不用瑞典语叫妈妈。与此同时，宇宙 A 的女儿正在寻找母亲。妈妈！镜头来到5周前的太空站，乔在冷原子实验室和女儿视频通话。冷原子实验被激活，一个宇航员干尸向太空站撞去。宇宙 A 的爱丽丝与乔失去联系，宇宙 B 的火箭推进实验室与太空站失去联系。太空站实验室已然变成预线空间，宇宙 A 和宇宙 B 的连接处。在太空站受到撞击后，乔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宇宙 B 的乔恰好死在了宇宙 A 的太空站。
而宇宙 A 的乔也穿越到了宇宙 B， 同时保罗却还活着，并且正在寻找乔。他发现了撞在观测窗上的乔，于是赶快去对乔进行救援，用湿巾堵住了太空站的裂口处。现在是宇宙 B 实验室的保罗穿越到宇宙 A， 在宇宙 A 的地球，航天局派人通知乔的家人，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乔已经死了。马格和爱丽丝陷入悲伤，来到宇宙 A 的保罗感到疑惑，冷原子设备神奇的消失了。保罗选择留在了太空站，让剩余3人回到地球。他本打算将乔的尸体送回地球，但吓得他改变了想法。在宇宙 A 的地球，爱丽丝难以接受母亲的死，于是瞒着父亲，独自躲进了橱柜里。他在橱柜外面看到了母亲，这正是乔在太空站预线空间看到的一幕，并非幻觉。宇宙 B 的乔感受到了宇宙 A 的女儿，一瞬间他们又回到各自的宇宙。太空站中，保罗正在更换电池，这时他发现乔头上的白布竟然飘了上来，吓得他赶紧把白布重新盖在头上，再听听乔还有没有呼吸。他听到了乔的声音，保罗也很害怕，于是决定把乔留在太空站实验室。就在触碰乔的瞬间，在这预线空间的异常效应下，两人在2个世界都吓了个半死。将乔尸体放进太空站后，保罗独自一人返回地球，他也同样遇到了螺栓故障。很快螺栓故障就恢复了正常。保罗返程之际，看到了太空站中的乔。我们来了一下，宇宙 A 的乔带着保罗尸体去了宇宙 B。在宇宙 B 中，保罗死了，本应在宇宙 B 死去的乔，却在宇宙 B 完好的活着。宇宙 B 的保罗把乔的尸体留在太空站后，去了宇宙 A。在宇宙 A 中，乔死了，本应在宇宙 A 中死去的保罗，却在宇宙 A 完好的活着。可以理解为保罗和乔的生与死和他们所在的宇宙发生了置换。保罗回到宇宙 A 后，来到乔的坟前进行告别，可他一抬头，再次见到了乔，互相又给对方吓了个半死。一瞬间，乔也同样消失了。回家后又见到诡异的一幕，他看到了自己死去的照片。后来接受个大局盘问，当保罗说出冷原子实验，大家都蒙圈了，同事也不知道什么叫冷原子实验，录像中也没有冷原子实验设备。这个世界冷原子实验早在12年前就取消了。保罗不信邪，就去寻找他的导师亨利，怎知根本没人叫亨利，也没人发明出冷原子实验设备。回家后女儿也变了，见到女儿张着嘴吃饭。Don't chew with your mouth open, Wendy. 保罗无奈吃上了抗精神病药，以为自己一定是疯了。他来参加乔的葬礼时，竟然看到了乔和另一个爱丽丝，这一幕也被宇宙 A 的爱丽丝看到了。保罗吓得差点犯心脏病，直接晕了过去。爱丽丝不仅看到了爱丽丝，还看到了处于宇宙 B 的母亲。妈妈！葬礼上出现这种事，把所有人都吓坏了。马格为了让女儿和自己忘记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带着女儿来到了小木屋，决定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马格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哭了出来，直到现在才相信妻子已经永远离开了。女儿去安慰父亲，一定会再见到他的。马格告诉他，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了。另一边，保罗找到亨利的家中，还称巴德为亨利指挥官，可面前的巴德根本不认识保罗。保罗怒吼亨利不该出现在这里，脾气暴躁的巴德也失去耐性，叫保罗离开。见他仍死缠烂打不肯离去，巴德愤怒地拿起枪直接就给崩了。刚要入睡的爱丽丝听到外面有声音，看了看竟然是母亲，于是出门迎接妈妈。但是母亲消失了。乔也听到了女儿的呼唤，可惜什么都没看到。爱丽丝穿好衣服去外面寻找母亲，她与母亲擦肩而过。乔听到了脚步声，但还是没理会。妈妈 I saw you 妈妈。爱丽丝为寻找母亲踏进冰冷的雪地里，她寒冷无助又害怕。宇宙 B 的乔和女儿正在木屋厅录音。The concern is Erickson is so badly lacerated. My concern is that when the body gets out of 0G. 听到这句话，乔关闭了录音机，但女儿很聪明，她问母亲自己和以前是不是不一样了。爱丽丝也怀疑自己可能不是她女儿，她觉得面前的女人不像她的母亲，于是两人开始共同想办法。与此同时，马格、费雷德和警官等人一同行动，前往木屋寻找乔。亨利来的目的是寻找冷原子设备，另一边乔将冷原子设备放到仓库。这时他听到女儿的呼唤声，于是乔回到木屋查看，女儿正在睡觉，那外面的女儿可能就是亲生女儿，于是他慌忙地去寻找女儿。宇宙 A， 爱丽丝来到另一个木屋，到处找也没看到母亲，于是他就躲进了衣柜里。他不断地敲柜子门，希望能盼来母亲。奇迹发生了，母亲出现在自己面前。预线空间2个世界的亲人终于重聚，乔把女儿救了出来，这说明2个宇宙4间木屋全变成了预线空间。乔将她带回居住的木屋里，通过气味辨别，乔确定这一定是自己的女儿。他把女儿放进浴缸，用热水进行暖身，却发现另一个女儿正在睡觉。当宇宙 B 的爱丽丝出现后，2个宇宙从预线空间变回各自的宇宙。宇宙 A 中，他的母亲不见了。宇宙 B 中，浴缸也变成了空的。宇宙 A 的爱丽丝大叫母亲后，马格被吵醒并陷入疑惑。他说自己看见母亲了，然而马格根本不信。宇宙 B 的乔同样十分崩溃，他带上冷原子设备和爱丽丝去另一个木屋寻找另一个女儿。途中，爱丽丝听到母亲说：“我可能不是你的母亲。”爱丽丝一怒之下抢走冷原子设备，把它扔进雪地里，接着独自跑开了。于是乔只好先把目前的女儿找回来。宇宙 A，
爱丽丝看父亲入睡了，又偷偷跑出来寻找母亲。马格发现后，女儿已经不见了，他也跑出来开始寻找女儿。而宇宙 B 被爱丽丝扔掉的冷原子设备，恰好被宇宙 A 的爱丽丝捡到了，预示爱丽丝也将会产生异常效应。同时，在宇宙 B， 爱丽丝回到了木屋，转头一看，母亲不见了。进房后，原本居住的木屋变得破旧不堪，现在木屋已经变成了预线空间。瞄了个咪已经嘎了，证明在他的主观世界还是宇宙 B。他发现收音机竟还在这个位置，于是他拿上收音机，躲进了楼上的衣柜里。而宇宙 A 中，爱丽丝也来到了木屋，相反，瞄了个咪是活的，她也来到了衣柜里，并在衣柜里发现一个收音机。两个世界的爱丽丝发现用收音机录音并播放，就可以听到另一个自己的声音。这时，乔和马格身处在不同的世界，却都能听到楼上女儿说话的声音。马格没接触过冷原子，成了观察者。马格和乔同时打开衣柜，可惜都没有看到女儿，只有一台收音机传出两个女儿的对话声。We're the same, Alice? Don't know. 宇宙 A 的马格见此立刻出门报警，告诉警官女儿失踪了，并开始寻找女儿。宇宙 B 的乔则立刻跑向另一栋木屋，认为女儿应该在那里。殊不知一阵风把油灯吹倒，宇宙 B 的木屋引发大火。两个爱丽丝发现通过镜子可以看到对方，并了解到宇宙 A 的母亲已经死了。宇宙 B 说瑞典语的乔就是宇宙 A 的乔。两个爱丽丝得知了母亲一定是交换了位置。这时乔发现身后的木屋失火了，他担心女儿，于是又返回去找女儿。宇宙 B 的亨利、马格等人已经到达木屋附近，对乔展开抓捕行动。宇宙 B 的乔在没有观察者的情况下，向着薛定谔的木屋里跑去。当他进来后，这里变成了其他木屋。乔是观察对象，所以能看到两个宇宙的叠加态。他在壁画里看到失火的宇宙 B 的木屋，但乔却身在宇宙 A 的木屋。两只猫也出现了，一个死一个活。他赶紧去楼上寻找女儿，可惜他打开柜子只看到了宇宙 B 的女儿，因为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宇宙。亨利在雪地里找到了他的冷原子设备，他的命运将会再次改变。乔听到了收音机里亲生女儿的声音，但他只能通过女儿录音才能和女儿说话。 Alice? Nakama do him. 乔这才相信这一切并不是幻觉，他们都可以通过镜子看到另一个爱丽丝。这时浓烟已经蔓延到楼上，外面的亨利看到这一幕，赶紧放下冷原子过去查看。浓烟呛的爱丽丝不停咳嗽，当她晕过去后，火焰瞬间扑了上来，她赶紧抱起女儿往外面跑。同时亨利也赶到现场，他的大脑里出现巴德的画面，一瞬之间亨利和巴德进行了意识互换。亨利不明白自己为何变成了巴德，手里还拿着枪，还有在地上中枪的保罗，而巴德也疑惑自己怎么变成了亨利。乔赶紧把女儿交给亨利后，继续冲进房间去救自己的女儿。亨利把不认识的女孩放到地上后，随之也晕倒在雪地上。乔在火焰中寻找女儿，但他没有找到女儿。出来后发现另一个女儿已经失去呼吸，乔赶紧给她进行人工呼吸。这时他见到了雪地中宇宙 A 的女儿，宇宙 A 的马格也在寻找女儿，呼唤女儿的名字。乔听到丈夫的声音，让女儿回到父亲的身边。马格也仿佛看到了妻子，于是走过去确认，看看是不是女儿和妻子。可当宇宙 B 的马格大队到场后，乔消失在马格和爱丽丝的视线中。爱丽丝询问父亲是否看到了妻子，但马格没看清，不知道那是不是妻子。宇宙 B 的乔救活女儿后，迅速寻找起另一个女儿，但她已经不见了。随后就来了两个壮汉警官将乔抓走了。宇宙 B 的爱丽丝陷入昏迷，她做了个梦，梦到一个身穿宇航服的干尸，被她命名为小雅。与此同时，太空站已经死去的乔仿佛正在注视着这一切。在宇宙 B 中，乔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他再次看到了那个宇航员干尸，只有乔能看到。由于巴德变成了亨利，我们就叫他巴德。他醒来后发现了冷原子设备，于是连忙找到录音机，在冷原子旁播放阿波罗事故的录音，发现这个世界的宇航员同事都没死，自己也成了英雄。于是他拿起斧子，把冷原子设备砸烂，让亨利背负自己的恶名，永远留在那个世界。冷原子被毁坏后，仿佛预线空间也跟着消失了。宇宙 B 的爱丽丝把母亲已经死在太空和另一个爱丽丝的事告诉了父亲，但这个马格也同样不相信，认为女儿一定是被疯妻子洗脑了。另一边，伊莲娜担任精神病院领导人，他们检测到乔已经怀孕了，但奇怪的是乔腹中胎儿出现了叠加态现象。宇宙 A 的乔和宇宙 B 的马格的宝宝是否拥有游走于两个世界的能力呢？宇宙 A 的亨利由于多次行凶被抓捕，他解释这些杀人案都不是他干的，自己并不是巴德，让警官进行 DNA 检测，可检测结果是他和巴德 DNA 一致，他将为巴德犯下的罪买单。而宇宙 B 的巴德过上了潇洒人生，获得了亨利的所有功成名就。乔醒来后想要离开精神病院，但伊莲娜却说乔病症太过严重，如果不接受治疗，最后会彻底疯掉。她把乔怀孕的事告诉了乔，乔却不想要这个胎儿，如果有了孩子，还怎么回到亲人的身边？看乔仍不听劝，伊莲娜转身就走。当乔抓住她，伊莲娜变成了宇航员干尸。乔瞬间顿悟， Огонь. Зорак, Зорак 2. 原来伊莲娜就是阿波罗事故中和另一个埃琳娜互换世界的人。埃琳娜死去后，尸体撞向太空站，伊莲娜从宇宙 A 穿越到宇宙 B， 她和乔拥有相同的遭遇。伊莲娜已经回不去了，所以她决定用新身份好好的活下去。这就是伊莲娜隐瞒真相的原因。即便乔得知了真相，
他也无法逃脱精神病院，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他口中的无稽之谈。巴德和伊莲娜见面，因此伊莲娜也得知巴德穿越回来，她想让巴德也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没想到巴德早已看穿一切，才不去治疗。You can keep on denying it and covering it up just like you always have. 宇宙 B 的爱丽丝和宇宙 A 的爱丽丝仍可以用录音机进行通话，他们知道原本的母亲已经再也回不来了，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才是最好的选择。宇宙 B 的爱丽丝在朋友的疏导下，她要珍惜眼前的母亲，而宇宙 A 的爱丽丝也想开了，再也不会去寻找母亲了，因为她把照顾母亲的重任交给了另一个爱丽丝，相信母亲也一定会好好生活的。伊莲娜也对乔坦白了一切，劝导乔在这个世界好好的活下去，发生的事已经再也回不去了，未来还可能是2个孩子的母亲，既然无法改变现状，就只能改变自己，好好的活下去才是最好的选择。马格带女儿来接乔离开，乔和爱丽丝单独交谈，爱丽丝也劝母亲接受事实，她对乔做出承诺，一定会成为她心中的爱丽丝。乔也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要代替这个世界的乔好好的活下去。可故事真的会这样幸福的发展下去吗？接受治疗的保罗醒了过来，他看了看自己的手，竟然完好无损。这里可以猜测死去的保罗的意识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体里。在太空站中，乔的躯体还在太空舱漂浮着，他真的死了吗？也可能没有死，万一2个宇宙的乔意识互换了呢？